他花100万就好像穿越了一样，很神奇。大叔还打算开一个手机博物馆，把这些不常见的电话展出，供大家欣赏。然而下面这个大爷的收藏更有价值，他5年收集了3000万个烟头，每天都要去街上捡烟头，一天就要捡1万多支，捡满1箱就要封存起来。5年内收集了300多箱。晚饭后他又去捡烟头了，还说现在捡的最多。来到饭店门口，果然发现了很多，不一会儿就全部捡干净了，即使垃圾桶里的烟头也不放过。有人说，经常看到他整晚都在街上捡烟头，下雨天也不例外。只要大爷出现的地方，就绝对不会允许有烟头。那为啥大爷会痴迷于捡烟头？大爷说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警告那些随意丢烟头的人，还说这样能让自己锻炼身体，感到非常快乐。他50年收藏了精神寄托。他有个大豪宅，却天天住在厕所里，睡觉在厕所，吃饭也在厕所，掀开垫子下面全是尿，还说厕所味道清新自然，厕所门时刻紧闭着，好像在躲着什么东西。他说只要离开厕所就会头晕目眩，全身酸痛，不得不离开的话就要全程戴口罩。去客厅那都算是旅游了，还会给客厅喷一种神秘的液体。白天大妈很反常的出门了，她来医院看望丈夫，丈夫10年前得了中风，就一直住在医院，一见面丈夫就哭了，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时大妈说她房子有毒，还说是邻居往他家放的毒气，之前和邻居吵过架，所以就往他家放毒气，让他无法安心睡觉。为了防止毒气扩散，他封死了家中的各个缝隙，还安装了多个监控摄像头，因为厕所的气味最小，就成了他的庇护所。虽然大妈说的证据确凿，但节目组却什么都闻不到，用专业仪器检测后没有发现任何异味，甲醛也没有超标。节目组拜访了邻居家，也不像大妈说的那样，大妈之前还报过警，警察也检查过邻居的房子，没有任何异常。很明显，这一切都是大妈自己想象的。精神科医生表示，丈夫住院后，她不得不独自生活，产生了严重的焦虑和孤独感，可能就慢慢产生幻觉了。医生说，大妈需要人陪，就会慢慢好起来。走进科学节目组变成走访问问节目组，陪大妈聊天，给大妈按摩，还一起在厕所吃饭。几天过去了，大妈突然从厕所出来了，她开始正常的做饭，口罩也摘掉了，给工作人员做了一桌子好吃的，说现在已经闻不到任何异味了。大妈终于走了出来，看到没对象的赶紧找个吧，不然老了真的会很孤独的。和大妈一样，下面这个大姐的情况也不容乐观。大姐每天穿着用2万个曲别针做的衣服，衣服重达50斤，就这样在家里穿了10年。家里堆满了各种杂物，在家只能爬行，所有东西都被装在塑料袋中，甚至天花板都用塑料袋覆盖着，窗户也被封上了。洗澡也不脱衣服。只见她洗着洗着，突然站在了马桶上，她竟说不得不这样做。她究竟在躲避着什么？大姐说家里有电磁波辐射，让自己非常痛苦。她认为曲别针可以屏蔽辐射，才用曲别针做了这件盔甲。为了验证她的说法，节目组请来专家测量房子的辐射量，结果房子几乎没有任何辐射。工作人员建议她脱掉铠甲，大姐犹豫再三，决定试一下。没过1分钟，她突然把头埋进了被子里，表现得很焦虑，还说自己疼得受不了了。接着又开始穿铠甲，穿完大姐长舒一口气。节目组找来了心理医生，一番交流下来，大姐突然哭了起来，缓缓说出了藏在心中的秘密。在她年轻的时候，被一个陌生男人跟踪了长达半年，她搬过好几次家，都会被找到，会在半夜敲她的门，还经常给自己发骚扰短信，换手机号也没有用，感觉自己时刻都在被监视。从那之后，她变得非常敏感多疑，以至于能感觉到手机发出的辐射。她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自己会慢慢好起来，没想到却变得越来越严重。医生建议大姐不要逃避，要直面内心的恐惧，即使暂时无法克服，也要学会和恐惧共存，学会接纳自己。和大姐有相似打扮的还有下面这位大叔。大叔的口罩是用沥青做的，衣服上也涂满了沥青，还说自己不能暴露在阳光下。他家里也非常昏暗，没有任何一盏灯，插头都被拔了下来，即使是一个信号指示灯都会被他用黑色胶带盖上。电视也被大叔故意砸坏了，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处于失灵状态，唯一有用的就是电脑，但用电脑之前必须全副武装，最多只能使用3分钟，不然身体就会疼痛难忍。他还去过很多医院，医生都说他身体很健康。说话间他突然紧张起来，紧紧盯着100米开外的一辆汽车，戴上了口罩和帽子，还说是为了安全。他究竟在躲避着什么？大叔说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信号塔，以前他就住在这个信号塔下面。他说附近的辐射很严重，只要一靠近，心脏就会剧烈疼痛。大叔解释说自己对辐射很敏感，一点点辐射就会对自己产生伤害，为此才戴沥青口罩来躲避辐射。可信号塔附近的邻居却说并没有感受到任何异常。专家也解释说，信号塔只会以水平方式发送信号，并不会对塔下的人产生过量辐射。工作人员还用专业设备检测了屋内
内的辐射量，结果远远低于安全标准，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。既然大叔说自己能感受到辐射，那给他做个测试好了。给大叔戴上眼罩后，让他判断面前电脑的开关机状态，结果测试7次，错了5次。很明显了，大叔的问题只是心理问题。要想治愈心理问题的话，第一步就是要面对恐惧。他找到心理医生咨询，原来大叔做生意亏了很多钱，家庭也破裂了，巨大的压力让他产生了幻觉。一番沟通下来，大叔决定不再逃避，直面内心的恐惧，勇敢面对生活。加油吧，大叔！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叔把西瓜供了起来，每天还要给西瓜烧香磕头，甚至还带他去做了 CT。据大叔说，这西瓜成精了。当时买的时候好好的，瓜农也说这瓜保熟，没想到仅仅过了1个晚上，它就长出了嫩芽，生长速度肉眼可见。西瓜表面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，嫩芽是硬生生从里面顶出来的。自从西瓜发芽后，他家里还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，感觉身体都变年轻了，认为这些都是西瓜带来的好运。这下好了，大叔更不敢吃了，直接供了起来，每天还要给西瓜磕头。这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，就连种了一辈子西瓜的大爷都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，村民议论纷纷，有人就认为西瓜一定是被高人加持过，成精了。为了搞清楚怎么回事，节目组带西瓜来到医院，准备给他照 CT， 反复照了几次，医生说从片子上可以明显看到西瓜内部已经腐烂了，和正常西瓜对比下，这一片黑黑的就是腐烂部位。只要有合适的温度和湿度，种子就有可能在内部发芽，最终冒出来。总之这是非常罕见的。得知真相的大叔尴尬地笑了笑，直接把西瓜丢在了阳台，说以后不会再磕头了，希望新芽能好好生长，到时候就可以吃新鲜西瓜了。大妈只是去做汗蒸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她，因为她在65度的汗蒸室待了1小时，一滴汗都没流。大妈还说自己一辈子都没出过汗。为了验证真假，大妈直接在33度的气温下跳绳半小时，接着把纸巾贴在额头上，其他人瞬间就把纸巾浸透了。然而大妈额头却干干净净，果然一滴汗都没有。大家决定把温度升高，在屋顶铺了一层锡纸，瞬间表面温度就达到了45.6度。大妈二话没说，直接躺了上去。就这样足足烤了2个小时，大妈都快被烤成了3分熟，仍然没有出一滴汗，还说一点都不热，甚至感觉有点冷。难道她真的不会出汗吗？那只能使出大招了。大家带她来做汗蒸，此时汗蒸室温度65度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一旁的人早已大汗淋漓，她却一点反应没有，边笑边说温度能不能再高一点。周围人都露出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大妈现在唯一想做的，就想体验下出汗是什么感觉。随后医生在大妈手心涂了一种遇水就会变紫色的液体，又撒上了一些白色粉末，接着放在烤灯下面，一直烤了30分钟，手掌没有任何反应。1个小时后终于看到了变化，大妈掌纹处都变成了紫色，也就是说大妈其实还是会出汗的，只是量比较少而已。医生表示出汗少并不会直接对身体造成伤害，这下大妈放心了，原来自己和正常人是一样的。仔细看，他的肚子可以瞬间变大3倍，疼痛随之而来。他每天都要经历好几次类似生孩子的痛苦。大姐的肚子在变大之前没有任何征兆，刚刚还在晾衣服，突然感觉不对劲，在丈夫的帮助下躺了下来，肚子也在肉眼可见的变大，而且变得硬邦邦的。丈夫能做的只有帮她按摩一下，除此之外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看着大姐疼痛不止。经过几分钟的阵痛，肚子又慢慢恢复到了正常大小。可大姐还没缓过气来，肚子又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变大，她又要经历1次分娩的痛苦。丈夫说这样的过程每天都要经历6次以上。大姐平时的腰围是77厘米，肚子变大后腰围就成了91厘米，整整大了11厘米。然而令大姐更绝望的是，医院根本查不出肚子变大的原因，他们甚至去了妇产科，可是医生却说她很健康，但是肚子变大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生活。大姐刚在市场买完菜，回家的途中肚子变大说来就来，完全不分场合。节目组脱下外套帮大姐躺下，大姐的叫声引来路人围观，路人看到这一幕也是懵的一逼。丈夫很快赶到，不停地帮大姐按摩肚子，经过长时间的折磨，肚子终于恢复了平静。大姐精疲力尽地吐出一句话：回到家，丈夫很是心痛，看着痛苦的妻子，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。节目组抱着一丝希望，带着大姐再次来到医院。一番检查下来，医生对此也感到很震惊。大姐的肚子变大时，大肠也随之扩大了10倍。生理上没问题，那8成就是心理问题。节目组又找到心理医生沟通下来，才知道原来大姐的前夫有家暴，这给大姐带来严重的身心伤害。她把一切痛苦都藏在心里，长期的压抑无处释放。和现在丈夫在一起后，生活恢复了平静，大姐心理上的压力在慢慢释放，才会以肚子变大的形式体现出来。丈夫听后很自责，认为自己没有和妻子好好交流过，不知道妻子承受了这么多委屈。他决定以后给大姐更多的陪伴，让大姐释放压力，最后还对大姐来了个深情告白。和大姐一样，下面这个女
女人的肚子也很神奇，她怀孕3天就要生了，但是她却什么都不知道。3天前，她因为胃痛来医院检查，没成想却检测出了婴儿的心跳声。医生说你这不是胃病，你要去妇产科啊，你这是怀孕要生了。大姐听到这个消息震惊了，这什么情况？护士也震惊了。比大姐还震惊的是她丈夫，由于工作原因，大姐和丈夫已经分居7个月了。现在你说你怀孕要生了，所以当然是原谅她了。医生说其实大姐也是怀胎10个月了，只是她不知道而已。那大姐为什么连自己怀孕都不知道？邻居也说根本看不出她怀孕，都以为她又胖了而已。为此，大姐还跑去做了减肥按摩，就是专门按肚子的那种。该说不说，你例假总该停了吧？大姐却说自己例假一直不规律，一直没来例假，也没在意，这得有多不在意啊？由于一直以为是胃病，她还买了很多治胃病的药。现在大姐非常自责，只希望孩子能平平安安的出生。不过还好，最终大姐顺利生产。不得不说，孩子有个这样的妈，还能活下来，真的是个奇迹。这应该就是传说中那个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吧？大姐上厕所从来不用。接下来就是给朋友准备晚餐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38度的天气，她却穿着2件羽绒服，扬言要挑战2天减肥40斤，还说减肥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。说着就打开了取暖器，在密闭的房间内开始疯狂跳绳。现在体重192斤，目标是减到152斤。没一会她就满头大汗了，但她并没有停止，跳了整整3小时，脱掉上衣轻轻一拧，汗水差点落地成河。她信誓旦旦地表示已经减掉10斤了，我听你在放狗屁！来，直接上秤，184斤，3个小时内竟然减掉了8斤，可恶，被她装到了。她没有休息，连口水都没喝，接着来到健身房，穿着羽绒服跑步。周围人听说她要挑战2天减肥40斤后，都感觉这人多少有点不够头。就这样运动加节食24小时后，再次上秤，现在的体重减到了177斤，24小时内一共减掉了15斤。照现在的速度来看，2天减40斤感觉真的能实现啊！挑战还在继续。第2天一大早，她穿上羽绒服就去跑步了，还都是跑的上山路。回家后妈妈喊她吃饭，她却在冰箱拿了2个冰块含在嘴里，继续疯狂跳绳。现在已经过去了32个小时，就要进入最后的冲刺了。结果节目组却发现她在街边的便利店偷偷吃烤肠，还喝了1罐可乐，看来坚持不下去了吧？她却说无所屌味哦，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？不过还好，回家后她继续运动到深夜。第3天一早，挑战时间到，她已经准备好上秤了。现在体重是166斤，也就是2天内减掉了26斤。虽然有一点打脸，但也很夸张了。她认为烤肠和可乐影响了自己，说自己最高纪录1天减掉过30斤。记者忍不住问她，为什么要用这种近乎自残的方式减肥呢？她说自己曾经是一名拳击手，拳击比赛是分重量级的，为此进行过无数次的节食减重，知道如何快速减重和增重，还告诫大家千万不要模仿，一般人是学不来的。可恶，又被她装到了。每天都要喝新鲜的冰红茶，没钱的吃什么呢？来看看下面这一位，他每天都来这家店白吃白喝，每次都吃同样的食物，吃完就走，从来不付钱。然而店主却根本不在意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还会给他打包一些带走。第2天他再次出现，工作人员尝试和他交流，他突然表现得很慌张，东西都不吃了，拿起麻袋就走。工作人员决定跟着他一探究竟，他丢下一句奇怪的话，背着麻袋走进了大山。工作人员赶紧跟了上去，问他麻袋里装的什么，他还是一言不发，很快消失在了树林中。那我们还是来问问店主是什么情况吧。店主说5年前他开始来店里吃饭，只点了3块钱的炒年糕，看得出来他很穷。店主告诉他，如果饿了可以随时来吃。没想到第2天他真的来了。店主说自己也曾经经历过低谷，身上1分钱没有，觉得要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。从那之后就一直给他提供免费食物，已经持续了6年，每年提供的食物也是个不小的开支。附近店铺老板都不能理解他的做法。1年后，节目组想要做个回访，发现店主搬家了，但还是会给流浪人员提供免费食物。家人都很支持他的做法。我觉得天使大概也就是这样的吧，在社会福利社的帮助下，之前的流浪汉也住进了精神病院，一切都在慢慢变好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装死前还会仔细看一下周围状况，如果地上有石头，他还会后退几步再倒下。主人拿来他最爱吃的胡萝卜，想要测试下他到底能装到什么程度，把胡萝卜塞到他嘴里，但他知道这个时候必须要忍住，演戏嘛就要演全套，即使口水流了一地也不能咬一口。主人被他的演技折服，走开了。我去，实在忍不住了，这也太好吃了，这演技不去演戏可惜，表演的非常有层次，可以说天生就是做演员的料。然而有一技之长的还有下面这只小猪，这只小猪会画画，只见他叼着画笔对
对着画板一顿比划，边画还边扭，简单几笔，一幅抽象画就完成了。主人在画上加个眼睛，立马就变成了一只狗；另一幅画再加2个眼睛，又变成了猫头鹰。色彩运用非常大胆，不是大红就是大紫，画风放荡不羁，所有作品都极为抽象。下面这幅就更抽象了，看了半天也看不出来是啥，毕竟是艺术嘛，看不懂的就是好的。专家都不敢相信，猪竟然会画画。佩奇当着专家的面又创造了一幅画，加个眼睛瞬间变成了鲸鱼，不能说是很像，只能说是一模一样。专家说，不管是用色还是构图，都属于上乘之作，忍不住大赞佩奇有天赋。但艺术创作是非常累的，每当他完成一幅作品，主人都会奖励他几块红烧肉。作为一只艺术猪，待遇就是高，主人会天天给他洗澡，还要给他按摩，看着还真有点艺术家的气息。主人说，自从发现他有绘画天赋后，就给他准备了专门的画板和画笔，只要把画笔摆在他面前，他立即就能开始创作。至今已经画了5年时间，绘画作品也达到了上百幅，吸引粉丝无数。主人还给佩奇办了画展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都想要收藏一幅画当艺术品，据说一幅画就能卖到好几万。然而下面这只狗狗也有一项非常实用的技能，这只狗狗是个家教，会辅导主人写作业。每次主人放学回家，它就会一动不动地站在桌子上监督，神情严肃的像个监考老师。狗狗尤其对数学比较在行，主人写错的话它还会叫。姐姐说有它陪伴，自己写作业也不无聊，也不会想着玩手机，因为只要玩手机它就会叫。在它的监督下，自己进步很快。小白不仅会监督作业，还会监督姐姐弹钢琴，同样一动不动，听得如痴如醉。做完功课呢，小白还会陪主人玩耍，劳逸结合。小白虽然只有3岁，但为这个家操碎了心。主人说，对于小白会监督写作业，完全是意外发现。有一次自己着急出门，就告诉小白要看着姐姐写作业，没想到他真的听懂了。从此只要女儿写作业，他就会守在旁边监督。主人养了3只狗，只有小白会监督女儿写作业，让他坐下，他也不会做，有时看着看着就困了。即使这样，他还是一动不动。主人还说小白非常聪明，还没满月就学会了和人握手、去马桶上厕所、随手关门等很多技能。最让主人骄傲的还是他的拒食能力，东西吃到一半，主人让停就会停下来。你想要拥有这么一只狗狗吗？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只狗狗看破红尘，竟然出家当了和尚，每天跟方丈一起诵经念佛，居然还学会了打坐，露出虔诚的眼神，身体半蹲，双手合十，不停的祷告，一坐呢就是一上午，直到念经结束，他才会把手放下来。众人都很好奇，好好的狗狗为啥会选择出家当和尚？他能听懂佛经吗？一旁的方丈却笑而不语。不仅如此，他现在连狗粮都戒了，只吃素，大白菜是他的最爱，还上过报纸，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，甚至有人为他写了一本书，收获粉丝无数，经常收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来信，信件堆满了整个箱子，还有粉丝亲自来寺庙看他。狗狗非常有礼貌，见人就作揖，连粉丝也不禁想问他到底为啥要当和尚。原来啊，狗狗之前是个花花公子，到处沾花惹草，偶然间来到寺庙，正好看到方丈在念经，一下子就被吸引了，听得如痴如醉，自此看破红尘，遁入空门。刚开始方丈以为他只是在模仿自己，但随后几天，只要方丈诵经，他就会出现在一旁静静的听，有时还看到他独自在佛前打坐，一坐就是半天。方丈看到了他的慧根，于是收留了他，并给他取了法号悟净。就这样，他已经在寺庙待了3年，一旦有空就跑到佛前打坐，还真是只虔诚的狗狗。然而下面这个寺庙里也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这个韩国和尚结婚了，老婆竟然是一只鸵鸟。原来啊，鸵鸟是他在野外发现的，当时奄奄一息，于是把它带回寺庙悉心照顾。鸵鸟的伤势渐渐，和尚说鸵鸟爱上自己，可能是看中了自己的发量，你觉得呢？白鹤杀死了自己的丈夫，却疯狂爱上饲养员，并成功生下了8个孩子。连饲养员都没想过自己会和一只鹤成为夫妻。这只白鹤是被人类抚养长大的，它以为自己是人类，对同类根本没兴趣。如果公鹤靠近它，它还会发出声音驱赶。白枕鹤属于濒危保护动物，为了让它繁衍后代，动物园给它找了个丈夫，强行关在了一起。果然，包办婚姻不可取，丈夫被它活活咬死。动物园不甘心，又给它找了第2个丈夫，结果呢，还是没能逃过一劫。从此，白鹤成了动物园有名的黑寡妇。动物园实在没办法了，给他找到了现在的饲养员。刚开始白鹤不让饲养员靠近，表现得非常有敌意，饲养员只能在几米开外给他投食。经过每天朝夕相处，慢慢的他开始接受了饲养员，饲养员可以来到他身边，一边抚摸一边喂食。但饲养员却注意到白鹤似乎对他格外感兴趣，当他俩独处的时候，白鹤会展开翅膀对他跳舞。刚开始饲养员以为是白鹤看到自己高兴，但他很快在其他白鹤夫妻中看到了同样的跳舞行为。饲养员终于明白这是白鹤对自己的求偶表演，白鹤把他当成了伴侣，但人怎么能跟鹤在一起呢？饲养员也没有多想，为了不让白鹤失望，当他再次进行求爱表演时，饲养员会跟着一起跳，白鹤扇动翅膀，他就挥动双臂回应，有时还会跟白鹤一起尖叫。为了表现得称职一些，饲养员会帮他筑巢，因为这是白鹤夫妻会一起做的事。白鹤对饲养员爱得深沉，就连女记者和饲养员说话，他都会吃醋，在一旁不停地示威，为了让他繁衍后代。等白鹤在这对他进行求爱表演时，饲养员偷偷找来雄性白鹤，对他进行了人工受精，最终成功生下了宝宝。对于孵蛋的任务，白枕鹤必须
去夫妻一起扶，这对饲养员来说有点难度，但饲养员也不敢让白鹤单独负担，因为白鹤一直认为自己是人类，如果孩子出生发现并不是人类，怕白鹤会崩溃。于是，在白鹤生下蛋后，饲养员偷偷把蛋送到了其他白鹤夫妻窝里，让他们代为抚养。为了不让白鹤伤心，他还制作了不少逼真的假蛋，让白鹤坐在上面扶。他们于2004年相识，当时白鹤23岁，饲养员28岁，至今已经相伴了18年。白鹤一共生下了8个孩子。白鹤是一夫一妻制的动物，寿命能达到60岁。饲养员表示会一直陪白鹤走下去，这样的承诺也算是一生一世了。他能在头发丝上刻100个字，只见他先把头发固定起来，接着用微雕刻刀在上面刻字，最后呢给头发上个色，文字在显微镜下就显现出来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可以在沙粒上刻字，也能在5厘米的石板上写一部千字文，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他需要2年才能全部完成，期间还要更换20多种刻刀，比硬币小很多的铁块上也能刻800多个字，相对来说，在小米粒上刻字就显得简单多了。大叔说，头发上刻字很考验人的耐性，刚开始做的时候刻了100多根头发。1年下来呢，只成功了2根，为此自己头发日渐稀疏，现在都是用别人的，见到别人都是先看头发，黑长直是他的最爱。他现在还开了头发展览，小朋友都看傻了。大叔目前只能在头发上写1行字，还说希望以后可以在头发上画一幅清明上河图。他把一坨便便锁在了保险箱里，还说这坨便便价值1000万，里3层外3层的打开，这不就是块石头吗？但他说这是鲸鱼的便便，叫龙涎香，高档香水就是用这玩意儿做的，比黄金还要贵10倍，一克就能卖3000块。便便呢是在自家鱼塘发现的，他本来也以为是石头，没想到扔在水里竟然飘了上来，这就很神奇了。上网那么一查，和网上说的龙涎香非常像，这不一夜暴富了吗？工作人员闻了闻，确实没什么臭味，难道真的是龙涎香？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真的。但村里老人说他们这片根本就没出现过鲸鱼，哪来的鲸鱼便便啊？说再多都没用，接下来直接找专家。专家说这玩意儿很稀有，一般100只鲸鱼里面只有1只鲸鱼体内会有龙涎香，这其实就是鲸鱼体内的结石。专家对着便便一阵猛闻，还做了个简单的测验，各种特征非常符合，初步判断这可能就是龙涎香。大叔那是越听越兴奋，但专家说还需要进一步采样化验。一番分析后，大叔满怀期待，然而结果却显示这并不是龙涎香，只是一个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。大叔的宝贝瞬间一文不值，妻子安慰大叔，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粮。那泡沫就给接了。然而下面这个小哥也把不值钱的东西当成了宝贝，他能用各种蔬菜当乐器，只见他掏出胡萝卜就吹了起来。工作人员还是不相信兰花又吹了一曲。还用山药做的乐器吹了一个，然而把蔬菜做成乐器菜，或者打成蔬菜汁喝掉，因此每天都要重新买新鲜蔬菜，这成了一笔不小的花费。他现在呢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，甚至在工作中也要做乐器，拿着一颗洋葱就开始制作，同事都被震撼到了。第一次见面，大叔就在陌生人面前脱掉了袜子，这才看清大叔根本就没有脚趾甲。不仅如此，他连手指甲也没有，指甲的位置光秃秃的，地上的小东西根本捡不起来。开易拉罐是最痛苦的，更难以置信的是，他不能用玻璃杯喝水，一拿起来就会滑下去，杯子在手中反复滑落。节目组怀疑大叔是故意的，大叔却说自己没有指纹，光滑的东西根本拿不住。大家一起按手印，大叔的手印模糊一片，真的看不到任何纹路。由于缺少指甲的保护，轻轻按压手指就会带来剧烈疼痛。然而大叔的工作却很依赖手指，他是一名汽修工，工作需要一直动手，就连缠个线圈都会疼痛难忍，哪怕一个小小的失误，都会给他脆弱的皮肤造成不小的伤害，手上也总是伤痕累累的。因为要养活一家老小，他就这样忍着疼痛工作了30年。医生说他患有一种名叫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罕见疾病，由于是遗传性的，所以没有根治方法。其实这些大叔都无所谓，他在意的是女儿。女儿出生的时候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女儿的手指，看到女儿有着正常指甲，大叔激动地哭了。他不想让女儿承受和自己一样的痛苦。现在大叔最喜欢做的就是帮女儿剪指甲，女儿也很懂事，每天都会帮父亲包扎伤口。大妈每天捡钱100块，却差点丢了老命，钱都是从这棵柿子树下捡的。硬币每天早上都会准时出现，
1个月捡了一大杯。对于这种现象，当地老人说柿子树果实累累，象征着家族兴旺，可能是有人对着树许愿丢下的硬币。可奇怪的是，附近其他柿子树下却找不到任何硬币，只有他家店门口的树会这样，这就有点诡异了。大妈很焦虑，说这明显和自己有关，难道是有人在对自己下蛊吗？大家决定偷偷安装监控，找到这个丢硬币的人。经过漫长等待，终于发现了一位可疑人员。大家亲眼看见他经过柿子树的时候丢下了一个什么东西，记者赶紧追了上去，却结果发现他只是丢了一个树叶而已，是个误会。说来也奇怪，自从安装了监控，就再也没发现什么可疑人员，但每天早上树下的硬币还是准时出现，从不缺席。这下他更慌了，只能没日没夜地守着监控。终于在第3天，他看到一个神秘的身影在向树下丢东西，而这个身影竟是每天都会和他见面的人。店主大妈吓得不敢说话，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，他在一枚硬币上贴了一张白纸，偷偷放进了收银机。没一会，店里来了一个收废品的大妈，买了一杯咖啡。店主把带记号的硬币找给了他。第2天早上，这张带记号的硬币果然出现在了那棵柿子树下。店主确认一直丢硬币的就是这位收废品的大妈。随后节目组找到废品大妈，大妈也承认是自己丢的。至于为什么一直这样做，大妈说店主每天都会把废纸箱给自己，而且还不要钱。为了表达感谢，每次会从卖纸箱的钱里拿出50偷偷丢在树下。知道真相的店主终于松了一口气，真是一个温暖感人的灵异事件啊！大妈家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东西。就在她拔牙回家后，家里就凭空出现了一包牙齿，参差不齐的，足足有20颗，其中还有好几颗烂牙。牙齿是大妈整理橱柜时发现的，刚开始还以为是干燥剂，仔细一看差点吓死。这牙比正常人类的牙齿小了很多，真的是人类牙齿吗？牙医看了一眼，说不仅是人类牙齿，而且还是小孩的乳牙。一个人一般就有20颗乳牙，而这一包恰巧就有20颗。从形状上判断，应该就是同一个人的，很明显是专门收藏起来的。一听说是乳牙，大爷很不理解，因为老两口根本就没有孩子，最近也没人来过家里，那为啥会出现在自己家呢？这会不会是某种诅咒呢？随后记者在家里发现了蹊跷。10号这天，日历上标注的行程是去看牙医。大妈说那天确实去拔牙了，自己记性不好，就在日历上做了标注。那会不会是她不小心从诊所带回来的呢？大妈却一口否认，大家也不确定她有没有健忘症。为了排除这种可能，接着来到牙医诊所，调出了监控，确实没看到大妈拿走任何东西。那牙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聊天中得知，这房子是他们租的，1年前才搬进来的，而且房东就有个孩子。大家瞬间醍醐灌顶，这牙齿8成就是房东孩子的。接着联系到了房东，一问才知道，这牙齿确实是他家小孩的，当时搬家忘记拿了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小伙在95岁奶奶的脸上摸了又摸，甚至连胳膊也不放过。小伙并不是变态，只因这位中国奶奶实在太神奇，她曾经死过，只过了3小时又活了过来，不仅长出了黑头发，还长出了新牙。村民都参加过她的葬礼，而此刻她却在厨房做饭，看起来非常健康。问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老人说只记得自己生病住院，但完全不知道自己死而复生的经历。面对大家的质疑，老人的儿子直接向大家展示了证据，一口在老人死后才准备的棺材以及寿衣。老人的女儿说，这一切都是真的，当时在医院母亲就没了呼吸，身体渐渐变得僵硬。据老人儿子回忆说，去年1月老人突发心脏病，送到医院抢救后，医生也无能为力，他们只好把老人接回了家。万万没想到，在他停止呼吸3小时后，突然开始剧烈咳嗽，慢慢恢复了生命迹象，一家人都怕得不行。老人的主治医生听说后都觉得离谱，因为实在没见过这种事。老人死而复生后，整个身体也发生了奇怪变化，首先视力变好了，穿针引线根本不用戴老花镜，后脑勺开始长黑发，甚至老年斑都消失了，皮肤变得滑滑的。记者都忍不住摸了又摸。最让大家感到震惊的是，老太太竟然长出了新牙，专家看到都大跌眼镜，是真的大跌眼镜。虽然好像很难解释这种现象，但看到老太太健健康康的，一家人都很开心。至于老人为啥能复活，貌似也不那么重要了。